這個荷姆斯海峽跟伊朗當中，其實所占的這樣一個人民幣的結算的比重，其實微不足道。更重要，北京的大戰略的大棋盤嘛，這一場的戰爭到目前為止，誰是最大贏家？目前來看，應該很清楚的嘛。俄羅斯是最大的贏家。目前來看，除了伊朗之外了哈，誰是最大的輸家？大家一定認為美國是最大的輸家嘛，特別是他是被以色列這樣牽着鼻子走。最近這個德意志銀行策略師叫薩奇德瓦，他分析說，這場衝突大家小心有可能會成為侵蝕石油美元主導地位的催化劑，而且催生石油人民幣。主要是因為呢，中國大陸是伊朗的長期夥伴，同時也是伊朗石油的最大買家。那剛剛我們提到了嗎？不是現在建立起一個實質的收費機制，而且是用人民幣收費的體系哈。當然，這背後的考量有沒有可能是說想讓中方入局？可是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北京真的有可能會因為目前用人民幣來計價，說建立這個收費機制，而就輕易的去進入到這趟渾水嗎？我想大概不容易。我們應該這樣來看。首先，第一個來講的話，從中國的角度，2025年，它全世界最大的石油能源的进口國是3個國家，排名第一的是俄羅斯，那它早就已經開始用本國貨幣人民幣在做結算了。排名第2的是沙烏地阿拉伯。那它到從去年的第4季到今年的目前為止，快要第1季，大概一半以上也在用本國貨幣，就不再用美元來做計價了。那排名第3的當然就是伊拉克。那伊拉克從2023、2024年開始允許部分的民間也可以用所謂的人民幣來作為石油的購買，那現在也可能進一步的擴大。所以我們看這個問題應該這樣來看，就是由於第一個，首先，中東地區能源最大的出口國就是中国。第二，中東的国家的主要最大的貿易夥伴也是中國。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在中東地區的這樣一個能源，慢慢的改變由美元為主導的一部分，慢慢的往着人民幣來做結算，那這是一個大概可能是一個趨勢。這第一個，我們這樣來看。那第二個，那伊朗這樣的做法，難道北京就要入局嗎？倒也未必啦，因為這個荷姆斯海峽跟伊朗當中，其實所占的這樣一個人民幣的這樣一個所結算的比重，其實微不足道。第二個更重要是什麼？更重要，北京的大戰略的大棋盤嘛。這一場的戰爭到目前為止，誰是最大贏家？目前來看，應該很清楚的嘛。俄羅斯是最大的贏家。那這一場選舉來講的話，目前來看，除了伊朗之外了哈，誰是最大的輸家？大家一定認為美國是最大的輸家嘛。特別是他是被以色列這樣一個手牽着鼻子走。你去看看美國在什麼？美國在聯合國總共動用了93次的否決權，其中53次都是為以色列一個國家在投的。對，幾乎是被以色列牽着走。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因此今年又是屬於中阿峰會。中國跟阿拉伯國家峰會在年中，今年中國2個重要的一個所謂國際性的主辦賽事嘛，一個活動嘛，一個就是年中的中阿峰會，一個是年底的 APEC 會議嘛。是從這個角度來看呢，伊朗當然中國不需要為了什麼，不需要為了這樣一個伊朗這個問題高度的介入支持伊朗而得罪了阿拉伯國家，更何況從他目前的角度來看的話，他也在從這一場戰爭當中看到美國剛好把他最先進的武器跟設備在不斷在伊朗當中來實踐，也讓中國在戰爭上學習到教訓，也收集到相關的參數。就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他也不需要介入太深嘛。是，吳岳老師講到這邊我就是看到最近有一張圖表，我覺得他整理也蠻好。他是怎麼說呢？中俄對於伊朗為什麼現在採取比較是閉上關哈，就是說保持冷靜。那特別是在中國這個地方因為海灣貿易遠超乎整個海灣的貿易利益遠超乎對伊朗的利益哈。那另外呢，就是說中國與沙烏地阿拉伯、阿聯的貿易規模遠大於伊朗，軍事介入的話呢，將會損害能源投資的版圖。所以不管怎麼樣想呢，其實現在保持你說等距也好，或者是說有個距離是好事。可是北京如果想透過伊朗這一次的戰事去牽制川普的話，在中東這邊有哪些槓桿是還可以操作的呢？這個阿基米德講過一句話，給我一個支點就可以舉起整個地球，就代表槓桿的重要嘛。那有些中小型國家因為具有戰略位置，比如說扼守海峽，還是這個特殊的技術，像晶圓製造，還是因為稀有資源像稀土，甚至加入什麼國際組織聯盟，像
NATO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等等，而具有槓桿的地位。好比台灣多年來一直是美國操作中國一體的槓桿。那我們來盘點一下中國在這次的戰爭到底有哪些槓桿？第一個當然是軍事啦，就伊朗。那伊朗跟中國有所謂軍事合作，甚至還有科技能源合作。不過呢，伊朗終究是一個主權國家，是一個地方之霸，它不是一個小弟啊，不太可能當代理人，所以這個槓桿很有限。第二個就是剛剛我們伍約老師講過的沙特阿拉伯，它跟中國商業經濟合作非常繁盛啊，互動非常頻繁，那是一帶一路的重要節點，而且剛講的人民幣結算。但問題是沙特阿拉伯很親美啊，它跟美國有軍事合作，還有美軍基地啊，所以也是很有限。第三個有人講說啊，是不是那些側翼組織像黎巴嫩的真主黨，巴勒斯坦的哈馬斯，甚至胡塞青年組織，這個頂多當成側翼的側翼啦，就是槓桿的槓桿，由伊朗來協助發動，而且沒有全盤掌控能力，也是很薄弱。如果歸根究底，反而有槓桿啊，就中國自己的國家形象。第一個，因為它國力提升，那跟這個中東諸國的往來很頻繁，那不像美國一樣。做生意還要傳教，傳什麼教？傳民主的教啊！那只乖乖做生意。第二個呢，他也不干涉人家內政。第三個，賣給你的軍事武器也不會限制你的使用。所以相形之下呢，反而啊，這個自己的國家形象反而是比較有意義的槓桿。那最後一點來講我們做個結論啦，中國在中東地區是有槓桿，但是槓桿是只有局部的影響力，並沒有全面的控制力。特別是中國也不希望全面失控。那麼只能說結果是。讓美國很煩很忙，然後花費更多的時間、人力資源在這上面而已。是美國現在陷入了一個膠著狀態。好，來快問快答 ，Ross， 你覺得美國接下來大家關心的是會發動地面戰嗎？你覺得會還是不會？小規模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美以伊這場軍事衝突呢，從2月28號開始以來呢，到今天3月28號，1個月了還沒有結束。現在外界最關心的就是到底這場戰爭要什麼時候結束，以及它會如何結束。美國總統川普在3月26號針對目前的最新局勢他又有一個最新的說法。他說呢，應伊朗的要求，將重新打開荷姆茲海峽的最後通牒時限，延長到美國當地的時間4月6號這一天。在這一天之前呢，美國不會對伊朗的發電廠這些相關設施來發動攻擊，但立刻遭到伊朗方面的否認了，說沒有要求美國暫停攻擊這件事情。而另一方面呢，美國國務卿 Rubio 3月27號在法國參加 G7 外長會議時呢，向歐洲的盟友表示，對伊朗的戰爭還會持續1個月，而美軍可以在不派出地面部隊的狀態下完成戰爭目標。可是《華爾街日報》呢，卻又報道說，美國的這個五角大廈正打算加派上萬名的地面部隊，包括現在我們所知道的2機作戰部隊，還有第82空降師等等，前往中東地區，讓川普在和伊朗談判的時候有更多的軍事選項可以運用，也就是呢，拿軍事力量作為他的後盾。那到時候跟伊朗談判呢，增加對伊朗談判的壓力。不過伊朗方面也聽到了，他們說我們準備好了100萬大軍等着美軍來。先來看一下，這是《工商時報》他們整理出來的，包括了現在對峙的美國、伊朗跟以色列。現在大家也在看的是中國大陸的角色是如何。美國方面剛才也聽到了不斷的強調說，已經進入到最後階段了，也敦促團隊要堅守川普呢公開提出的說4到6週一定要結束這場戰爭。另外呢，不斷的強調說是伊朗非常渴望達成協議好，但是伊朗說沒有這回事，而且呢，現在呢也針對美方所提出，在這個禮拜我們知道他們提出了15點的和平提案，但是呢，伊朗立刻就提出了拋出這個結束戰爭的5個條件。其實坦白講，你詳細看你就會發現，其實雙方根本談不攏的。好。以色列這邊呢，則是強調說，任何協議都能夠讓以色列保留先發制人的攻擊選項。中國大陸呢，則是由外長對外表示說，美以雙方現在都在釋放一個談判的訊息，出現了一線和平的曙光。我們可特別來進一步看伊朗方面提出的5個因為在美國提出了15項的這個和平說要談判的條件之後呢，伊朗方面立刻就提出了5點第一個，徹底停止侵略跟暗殺，還有呢，具體要確保不會再發生戰爭，也就是要永久停戰。第三呢，就是一定要賠償。好，再來就是要結束所有的領域以及對中東所有相關反抗團體的
也就是代理人，你不要去找他們麻煩。第五個呢，就是國際社會必須要承認並且保障對荷爾姆茲海峽行使管轄權，意思是伊朗說我必須要擁有荷爾姆茲海峽的這個控制主權。好，那現在呢，聽到川普這邊呢，你可以發現他真的是說法一變再變哈，改來改去，現在又突然自行宣布說，對伊朗的这個攻擊的最後通牒就是壓到4月6號這一天。4月5號，大家知道，在美國這邊要歡慶的是復活節哈，所以壓在這一天背後到底有什麼策略？所以我請教大使啊，您覺得現在不管是美國也好，伊朗也好，其實雙方都很想談，是這樣子嗎？我想比較想談的應該是川普，要不然他已經塔口2次了，48小時變加5天，對，5天现在又多加10天，那他也沒有把戰爭增高，因為這個基本上他如果真的就他所警告的，你不談我就要打你的電廠跟你的能源設施的話，那這個戰場就進入一個戰爭就進入一個新的高度，就態勢有拉起來，感覺好像要增加，但是沒有實際的行動，那這個就證明他是恐嚇。而且現在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啊，就是伊朗對於美方啊，特別是對川普，已經是不太信任了，就一被騙再被騙。然後呢，最終的目標如果真的是要進到談判的話，接下來要怎麼談呢？因為川普只考慮到伊朗要接受他的條件，對，他沒考慮到伊朗也要他接受伊朗的條件。所以我覺得現在卡在美國要接不接受伊朗的條件。川普的條件已經一再放寬了，川普他說這場戰爭他已經勝利了。對，他說展開談判，他說有10個，如果這個談判的要求清單上有10項的話，他說前3項都只有一個，就是放棄核武。伊朗只要放棄核武，基本上就達成了。對，因為他過去說我要把你的這個導彈摧毀，我要把你的核武摧毀，都沒有達到啊。所以現在川普是戰場上打不出結果，所以呢要到談判桌上去找一個結果。那通常我們這個在歷史，我們從歷史的教訓啊，戰場上拿不到的，你的談判桌上是拿不到的。那現在那伊朗已經看準美國是不敢隨便升高這個戰事，那所以就變成就是說，所以伊朗的姿態很強硬，讓川普現在是騎虎難下。對，現在就是看說美方接下來的動作會不會真的派出地面部隊哈？這個是不惜犧牲任何的代價嗎？真的是如此嗎？因為伊朗的國家通訊社啊，就是塔斯尼姆通訊社報道說，伊朗政府也放話了，說已經組織了上百萬名的戰鬥人員，包括他們的正規軍還有民兵，準備投入地面作戰。那最近呢，還看到有大批的伊朗青年呢，紛紛向伊朗民兵組織巴斯基以及呢伊朗的這個伊斯蘭革命衛隊表達說要參與作戰的意願。伊朗軍方也宣稱，他們說呢，美國想要用自殺式的戰術來強行開放荷爾姆茲海峽，而伊朗也準備好了應對他們的自殺式戰略，就是要達到最後的目的，讓荷爾姆茲海峽維持關閉的狀態。不過我們也知道，伊斯蘭革命衛隊最死忠的人數大概算了一下，也差不多10萬人而已啊。究竟現在伊朗講的這個100萬大軍是從何而來？好，他當然現在100萬大軍包含他現在手邊所有能夠動員的人力加總起來，但其實即便是真的能夠動員到100萬大軍哈，我個人認為這次的這個地面部隊地面作戰要能夠打起來幾率並不高。為什麼？因為現在主要是美國能調動的部隊數量非常有限。因為你看，我們如果說從這個過去幾次包含1991年第一次波灣戰爭跟2003年第2次波灣戰爭，美國光是應付一個伊拉克，它集中的部隊的數量就遠超過今天的這個部隊的這個數量。然後而且當然不可否認，當初打伊拉克的時候，前面一段的時間的打到这個巴格達推翻海珊政府的這個進度是非常成功的。但是我說你今天你要打伊朗，你在這個波斯灣你進行登陸，你要打到德黑蘭，路程非常遙遠路程非常遙遠。其一好，那再加上你美軍的這個地面部隊準備不足，那美軍如果說好，我現在基本上我只為了要打通好這個荷爾姆茲海峽，所以我把周邊幾個島占了。如果說他的兵力要說今天占到這個波斯灣上的關鍵島嶼，然後以及荷爾姆茲海峽關鍵島嶼辦得到，但問題他占了以後，他會形成一個腹背受敵的態勢。這些部隊上去了之後，會時時刻刻在伊朗的這個各種的這個射程的武器的襲擾之內，而且更不要說你今天你如果攻占之後，伊朗的這個部隊還有負隅頑抗的，垂死跟你抵抗的。再加上從這一段期間，我們看到伊朗它整個在軍事指揮上來說，它的去中心化顯然做得不錯。所謂去中心化做得不錯，就是當好它的這些高層
接二連三的遭到美軍的獵殺之後，然後他還能夠持續發動好這個反擊。當然有很多这個美國的朋友說啊，反擊的這個力道小很多啊，你看現在跟剛開始的時候可能減少了90%，的確是減少90%，但是等到當你部隊登陸好，如果你真的要打地面戰，你部隊登陸，你奪取一些島嶼的時候，那這個時候你必須要去思考對方可能會對你的反擊，那這個反擊會造成你人命的那個持續喪失。那也就是說，其實如果發動了地面作戰的話，它就必須是要至少一段時間的，並不是像是到委內瑞拉帶了人就走的。对，的確川普他在這次是我記得大概1個月前，我們他剛開始發動這個行動的時候，我那時候就講美軍的這次的軍事力量準備的非常不充分。為什麼？因為從那個調集的這個空中的這個部隊的數量，然後以及這個海上的這個艦艇的數目來看，似乎都在的顯示美軍的準備不充分。而且你可以從他打到現在3個多禮拜的這樣的情況來看的話，美軍他當初的這個戰術指導，你雖然說可以說因為他依賴他的高科技武器在戰場上的表現非常優異，但是整體來說他缺乏一個戰略指導。也就是說，我今天我這個仗開始打，我要怎麼結束？你有沒有想過你要怎麼結束這場衝突？然後你就去開始邊打邊調整。對，現在看到情況就是邊打邊調人，所以就一直發生 tackle 這種事情嘛，对不對？但如果說今天他當初是有所準備，甚至于已經這個處心積慮，真的要把這個伊朗這個神權統治的這個政權給趕下台的話，他不應該是那樣草草就是那個開動。而且呢，你可以看得出來，他現在顯然對於就是如果要不要發動地面戰爭，顯然還是處在一個模棱兩可，甚至舉棋不定的階段。因為波斯灣或者說是荷姆茲海峽被封鎖了，導致這個美國想要逼的伊朗重新開放這個荷姆茲海峽。但是對於伊朗來說，我現在手邊有100萬地面大軍，你只要不敢來登陸，你基本上來說，你要能夠開通荷姆茲海峽，根本是不可能的事。要開通荷姆茲海峽很簡單，只有政治解決，那個只有政治才有辦法解決的問題。美國就算用了軍力，能夠占到波斯灣那個荷姆茲海峽北岸的這些據點，但是你也沒有辦法保證能夠徹底的擴清這些據點。你一旦進去，一旦佔領，你就要開始陷入跟當初伊拉克一樣，曠日費時，而且損失人力非常多的那樣的綏靖作戰。因為你今天你的想法不是說要整個戰線的推進，然後把他這個德黑蘭首都攻下，然後把這個神權政權徹底推翻，而是如果說你今天的兵力只夠做這些事情，只夠在荷姆茲海峽周邊佔領一些據點，那個據點你一旦佔領以後，那反而會是成為美國噩夢的開始。所以變成現在川普最擔心的就是，雖然態勢上面感覺說我要發動這個地面部隊不惜一戰，但是呢遲遲沒有動作，就是怕說萬一像剛剛孝瑋所提到的，深陷到這個以前這個過去經驗戰爭的泥淖中沒有辦法自拔怎麼辦？好，剛剛提到說荷姆茲海峽的重新開放，現在就看到實質控制權還是在伊朗的手上哈。那當然這時候大家也在討論是日本的角色因為共同社就報道說日本外務大臣茂木敏充最近有說川普先前呢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見面的時候呢，希望日本派出號稱擁有全球最強掃雷能力的自衛隊，這個掃海隊群，希望能夠來幫忙恢復荷姆茲海峽重新的開放通航。那高市早苗呢，則是告訴川普說有些事情日本可以做，有些事情日本不能做，這暗示着呢自衛隊的行動是受到日本和平憲法的限制。不過茂木敏充也表示在美伊達成停火以後，日本方面就有可能派遣自衛隊去參與掃雷的工作。所以香港巴士底報分析說，日本將掃雷艦隊派到海外執行掃雷任務這很可能會成為自衛隊突破海外派兵限制的一個借口。所以問題來了，在停火之前，照高市早苗目前的說法，日本自衛隊的掃海隊群應該是不會有任何動作的吧？應該是不能夠出去的，因為高市早苗在見川普的時候已經講得非常的清楚。雖然說川普底下的人應該是在聯合國的大使曾經講過，日本會派出去。那日本的話，他是做一個否認，而且是在國會的時候，他也會去做諮詢，到底我們自衛隊會不會派出去？不管是高市早苗或是小泉防衛大臣，他一再會講，現階段我們沒有要派出去。為什麼沒有要派出去？因為現在還是在一個叫做戰鬥的狀況之下，他們不講戰爭，他講叫
戰鬥，因為戰爭跟戰鬥有點不一樣。戰爭的話是戰爭要有一個結束，而戰鬥的話持續的情況，他們是不會派出去。意思就是說，日本也不願意被捲入這場戰事。不會，應該是不會。不過如果說這一場戰鬥已經是告一段落結束，已經沒有在所謂的火炮了、飛彈射來射去的話，假如在這個海峽上面還有一些水雷，日本應該是會派出去的。那為什麼會派出去？因為水雷基本上會有分為3種，第一個是漂浮在海面上面，第二個是掛在海底裡面，然後一條線拉上，大概是在水中間的一個情況。第3種是在水底面，那水底面的話，就是我們看到像是聲音啊，或是一個那個震動，然後它就會去引爆。那日本的話，事實上在這一方面確實是非常的強，那非常強。戰力到底有多強啊？戰力應該是世界頂尖的。那說頂尖的原因，現在是於2戰，因為2戰嘛，2戰結束之後的話，日本自己也放了很多的水雷，自己也放了55000顆。他對放水雷跟掃水雷才會這麼有經驗。他們自己也放了55000顆，你總是要清啊。那美國那時候也放了11000顆，總共加起來是66000顆。啊，你放在你們家附近，你自己總是要去掃，所以他這個技術有留下。然後又會牽扯到韓戰，因為那時候的北韓就跟蘇聯用了，應該是4000顆。那4000顆的話，你放上去之後，美軍不能夠上岸，他也就請日本那時候雖然不叫做海上自衛隊，但是它的前身就是警衛隊的感覺，他還是去幫他掃。那一掃之後的話，所以日本的技術在這一塊它是有一貫下來。蔡老師，現在日本的說法是說，等到戰事結束。戰鬥沒有了，談判了以後，然後戰事結束了以後，我們再出動掃雷的這些水艦去。對，因為現在的情況還沒有到日本存立危機事態，沒有影響到整個國家的存亡危機。即便美方給日本壓力，也不為所動嗎？不會動，不會動。為什麼？因為他在國會一直在問這一個問題。川普呢，事實上有講7次 step up。他們也去問他什麼叫做 step up。step up 的話，可能要是我們兩個國家的話，會合作會更緊密啦，日美同盟更緊密啦。當然，我們也猜出可能川普需要我們去派，但是川普也不敢開口說你就派，他也沒有明講。那在法律上面，日本他也跟他講，我們有些可以做，有些是不可以做。我們已經跟你講得非常的清楚了。現階段還在戰鬥之下，他是不會派出去，也不可以派出去。所以我們看日本現在這個角色其實蠻尷尬的哈，夾在這個美國的壓力之下，但是呢，他也必須考量伊朗方面，如果他真的派出了掃雷艦，可是呢，這樣不是就等於是進到了伊朗所謂的在我的敵對國家，也就是美國的行列啊？這個部分可能日本也必須要謹慎作為。根據伊朗的官媒啊，是剛剛提到的這個塔斯尼姆通訊社，他們在3月27號就報道說，伊朗革命衛隊呢，他們強烈建議啊，所有在美軍駐紮地的平民趕快的撤離，以免受傷。因為呢，伊斯蘭革命衛隊無論在哪裡都有義務攻擊美軍，甚至包括鄰近國家這些美軍士兵下榻的飯店都會成為他們的攻擊目標。伊朗武裝部隊發言人也表示說呢，當美軍進入到這些飯店的時候，那些飯店呢就成為美國的一部分，意思是美國人在哪裡，我們就打到哪裡。好，路透社呢另外也報道說，伊斯蘭革命衛隊內部還有更鷹派的人士啊，主張應該要發展核武來反擊美國。所以美國副總統范斯26號在會議這個內閣會議上面也暗示，他說伊朗有可能在背心裡面要裝置核子武器來進行自殺式的攻擊，但是這個相關是不是真的是如此啊？可能是有些資料在手上嗎？不得而知。但是以目前實際的問題，就是目前伊朗所累積的濃縮鈾，真的有辦法在短時間內，說像那個范斯講的，說在背心裡面做成像核子武器來進行自殺式的攻擊，甚至做核彈、做髒彈來反擊美國嗎？小偉兄。好，你要說做髒彈啊，這個可能性真的有，但是這些核子物質的移動啊，難度是非常高的。首先先來講啊，伊朗現有的濃縮鈾有沒有辦法快速的把它做成核彈？大家不要以為做核彈是一件很簡單的事啊，做核彈的濃縮鈾它的鈾濃度要高達97%以上，也就是這樣精度的濃縮鈾，這個地球上能夠提煉出來的國家沒有幾個。
好，所以就是說，今天当时那个美国他們在過去這個反正看到伊朗有點濃縮鈾的時候這個那個大家長期我相信你有記得一些英文那個新聞，就是伊朗境內的什麼核設施發生不明原因爆炸，為什麼？其實就是那個以色列摩薩德一直在監看伊朗，他如果就發現伊朗要開始準備能夠開始提煉濃縮鈾，他就要設法把它炸掉，然後另外也管制這些所有可以提煉濃縮鈾的這些設備進口到伊朗去。另外一個就是我剛剛講濃縮鈾的濃度要達到那個濃縮的那個純度比例要非常高，像比如說以美國來說，美國這個福特級航空母艦，它的核燃料濃度高達95%，但是美國人可以敢把它拿來裝到航空母艦上當核燃料用，為什麼？因為他們知道97以下的核燃料不會產生連鎖反應，也就是你要拿來當核武器，那個產生這種所謂的熱核反應，就是能夠這個引爆的，你一定要濃度達到97%以上，或甚至更高，才有辦法作為這種所謂叫武器級的這種濃縮鈾來做這個核武之用。你說今天那個伊朗在這麼多年來飽受制裁，而且或者說好不容易弄那麼一點點的就被這個那個以色列人被美國人這樣炸，那你說他能夠有足夠的那個核彈那個核燃料來做核武器的話，我個人覺得沒那麼容易。而且今天你要做這個核武器，你也要經過一系列的這個測試，比如說包含臨界測試，或者是真正要試爆。像比如說金正恩，大家都知道他現在手邊有核武器，為什麼？因為他爸爸還在世的時候，這個金正日就在這個地球上搞了一個小型的這個核那個地震他那個地震一震，大家都知道，哎呦，原來北韓真的有。好，那這個時候你說伊朗你連門檻都還沒有，他就如果說你把它當初跟我們民國70年代張獻義那個時期搞這個核武器類比的話，他基本上那個時候張獻義把這個資料拿出去的時候，是讓美方知道我們能夠在6個月之後能夠弄出來。但是如果說現在假設，即便伊朗在被美國跟那個以色列攻擊的時候，達到當初那個張獻義丟文件的這個水準的時候，這時候你其實你真的東西做出來，你要拿什麼東西丟出去？當然你說他有很多這個地對地彈道飛彈可以飛個這個2000公里、4000公里等等，這些我都同意。但問題是說，你今天你這個東西兩個要結合，能夠射出去成功才能夠算數。也就是說，有這個能力不見得有這樣的一個程度哈。對，而且范斯的說法，我們這樣來看的話，其實不也正在合理化，就是這次美國出兵伊朗的一個理由嗎？好，那現在就講說，伊朗呢現在威脅說要對於鄰近的國家的飯店，還有包括了美軍基地攻擊而且說反正呢你這個軍事官下他的飯店都成為我伊朗攻擊的目標，這背後的戰略目的要怎麼看呢？老師？其實我覺得就是說，伊朗做這件事情，其實因為他已經把很多美軍基地給摧毀了，是他認為現在美軍沒有基地了，所以就躲到其他地方了。所以他就說你要躲在飯店啊或者這些的地方他要去追殺，而且還要俘虜美軍。那其實他這個意思呢，飯店為什麼會擠飯店？我覺得他就是跟海灣國家講，我如果打你飯店的話，我不是對你。我是對你藏在飯店的美軍，對，所以叫你的美軍你的飯店不要住美軍，你住美軍，對不起，我打的話，我不是打你飯店，可是是打美軍，那我是不願意打的，因為我把你這個國家的這個飯店供了你，國家還有觀光客嘛，所以這個其實現在出來在調停的，比如土耳其啊，比如說這個埃及啊，比如說巴基斯坦啊。那幾個國家都是在跟伊朗在談的時候，就希望說，你不要亂打這些民用目標啊，真正的，冤有頭債有主啊，這個應該是美國跟以色列，你不要亂打。所以呢，我覺得他這個意思其實是多重意義，一方面也警告美軍，你們最好撤離。那麼一方面也跟這些就是說這個波斯灣國家這個海灣國家的這些。名義上是美國盟友，可是實際上是這次戰爭的苦主。沒錯，跟他們講說，你不要用飯店，讓這些美軍躲在裡面。但是大使，您覺得我也都打你飯店了？您覺得這樣的一個說法，就是現在做了這樣的宣布會不會造成說實質上面影響到這些海灣國家他們的態度甚至做法？他們會把這個對美國施壓的力道加大。那個很多西方媒體包括什麼 New York Times 的說，而且他們現在對伊朗這個什麼要準備叫美國人繼續打伊朗，然後他們自己可能出兵，我認為那是胡扯八道。這些國家他不會公親變事主的，他不會跟以色列站在一起冤有頭債有主嘛，對不對？沒有，他不會跟伊朗去作戰的，這是戰爭，人家他們這個中間事實上都有很多聯繫的對，就是說。
伊朗打的時候也講得很清楚，我是打你的美國的設施啊，你這個美軍基地被打得很慘，那他沒有針對你這些國家的民用設施，他打到民用設施唯一是什麼？唯一是伊朗自己的民用設施被打的時候，他這邊沒有美國的民用設施啊，他只好跟打這些跟美國關係比較重的國家，尤其阿聯酋，所以他打了。那所以就變成就是說，因為他沒有美國目標可以打，所以就是說，你今天美國要打伊朗的民用設施，尤其能源有關的這件設施那海灣國家說，那伊朗就是打我們的，因為這個東西都是附近都是他打得到都是我們的，所以他們現在卯盡全力希望美國不要擴大戰爭所以川普現在的壓力，除了他自己美國的壓力之外，海灣國家還有再加上土耳其，再加上巴基斯坦，再加上埃及，都是出來要美國不要去把這個戰爭往上提升的。沒錯。所以我認為基本上現在最希望這個戰爭停止的是海灣國家。海灣國家現在的想法也是，這個戰爭是你美國發動的，可是呢，現在受害的，像您剛才講說，最大的苦主是我們，因為被打的、被這個毀損的。雖然是有美國的軍事基地，但是也有一些部分的民用設施，就是在我們這些國家的境內。好，那但是問題是，根本對你美國沒有什麼樣的一些影響。好，那當然現在重中之重，關切點還是在於荷姆斯海峽的實質控制啊。現在開放通行呢，對於川普來講，對於美國來說是當務之急啊。那伊朗的外長呢，阿拉奇最近也證實啊，說伊朗基於友好國家定義，目前只允許包括中國大陸、俄羅斯、印度、伊拉克還有巴基斯坦這5個國家的船只通行，其餘呢被視為是敵對勢力的船只仍然遭到禁止通行。這個5個國家裡面呢，我們看到沒有日本啊，所以日本在處理上呢，剛剛萊特提到顯得格外的謹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呢，最近在這個幕僚會議上面也表示說啊，針對能源供應的憂慮呢，將會從3月26號開始釋放國家石油儲備以及產油國共同儲備。那所謂這個產油國共同儲備呢，是日本與產油國合作，在日本國內存放的石油儲備。另一方面呢，日本政府還會祭出新的政策，規定民營企業也必須持有的石油儲備。好。日本真的現在對於這個中東危機也是非常的擔憂，因為他們是高度依賴石油進口的國家。但現在祭出的對策真的能夠有效的舒緩目前戰爭帶來的衝擊嗎？短期也許可以，中長期呢？中長期的話，事實上日本他有去做一個分析啊。美國打這一場戰爭是打的兵器戰，但是伊朗打的是一個價格戰。所以川普看起來會顯得有點焦慮。為什麼？因為價格往上升。川普講的時候，我們的石油只有1%從那一個海峽過來，其他的國家只有90%多。不過我們要看一下，其他國家如果價格往上漲的話，自動會帶動美國的一種價格上漲。那日本的話，他們就會感受到它的壓力。雖然說他會去釋放我們講的儲備石油，應該是3月16跟3月26日的話，會持續的一個釋放。他希望把市場的價格會往下來。那往下來的話，你也看到川普為什麼會講什麼24-48小時改6天改6天的原因就是這樣，希望讓價格一直往下降。看着油價在說話的，就是看着油價在，所以他們發現川普就是你會跟市場去對。那伊朗有抓到這個點。那他們去擔心到說，因為70年代有2次的石油危機會造成物價一種通膨。所以現在日方它就是跟 IEA 32個同盟國，既然要釋放出去戰備，我們講的儲備石油的話，就只是一個國家釋放那個量會不夠，那不夠的話大家一起去釋放，暫時會讓它緩一下。可是呢，這個可是又來了，他們就發現東南亞很多的國家，東南亞國家可能包括我們台灣，那個儲備石油事實上不是很多。那不是很多的話，如果這個戰事一拖長的話，大家都沒有了。東南亞很多國家現在已經是單號、雙號、單號、雙號去排隊加油。那現階段只能夠做的就是說，去別的地方買。或是說這個石油是不是透過別的地方去買？那別的地方去買又會牽扯到另外一個問題點，因為他們過去都90%來自中東，中東的石油那提煉的過程跟其他國家提煉的過程稍稍會有一點不一樣，那不一樣的成本又會往上升。過去太過倚重從中東來的石油了，他們想過很多種方法，但是都沒有用，就是希望能夠降低對中東從70年代到現在，那也曾經去依賴俄羅斯，沒想到俄羅斯2022年又去打
打烏克蘭，那烏克蘭又說又不可以跟俄羅斯買，我本來想要從俄羅斯降低，那搞了最後又回到中東來，那中东搞這個的話，所以他們的戰備那個石油是254天，那跟其他亞洲國家來講算是夠，那即使是夠。價格還是往上漲，那這些價格往上漲，股價就往下跌，日幣就會貶，日幣貶的話，物價又會帶動，等於是高市它好不容易有一個經濟起來，那又你物價一上來，民生又會說啊，物價又上來了，我們怎麼辦？好，成果又不見了。亞洲很多的國家或經濟體現在密切關注說日本的做法哈。对，簡單請老師告訴我們哪些他們的做法，您覺得還值得我們參考呢？哦，第一個的話就是說，他们會請日本可不可以釋放多一點給他們？那日本他們有解釋到，只要不影響他們國家的情況之下，他們願意去幫忙其他國家。這第一點。第一點，趁這個機會，日本希望能夠帶動它在亞洲的那一種地位，而且它也帶動說這個荷姆斯海峽能夠順利通行。他確實在拜訪川普的時候，也有達到這一個通點，所以他希望是做一個和事佬啊，這個戰爭希望盡快讓它降幕下來。他跟川普也是講這句話，我們這個戰事就不要再打，盡快把它結束掉。針對這次對於伊朗的行動哈。川普在上個禮拜他已經明確表示，美國無意向伊朗來部署，甚至是出動這個地面部隊。同時也透露說呢，美國已經要求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避免攻擊伊朗的能源基礎設施。但是呢，以色列 Channel 12他們報道說，以色列國防軍總參謀長扎米爾在最近的一次內部會議討論時表示，以色列對伊朗的軍事行動甚至還沒推進到一半，所以現在以色列的態度也很關鍵，就是這場仗到底要打多久呢？而根據美國五角大廈的統計數據啊，從2月28號戰事爆發以來，美軍已經對伊朗海軍、飛彈、無人機庫存啊，還有包括國防工業進行了超過7800次的空襲，並且鎖定哈爾克島上面超過90處的目標。但是哈爾克島的能源基礎設施到目前為止仍然保持非常完整。如果真的要奪取哈爾克島的話，就必須要出動地面部隊。好，哈爾克島其實它是個非常關鍵，因為它是佔着伊朗的這個石油90%的出口，是非常重要的。那它位在波斯灣的西北部，距離伊朗海岸大約有25公里，長6公里，寬3公里，是最大的伊朗原油出口基地。好，90%的伊朗原油都是從哈爾克島出口。那前美軍的中央司令部司令他就說，美軍可以摧毀哈爾克島的石油基礎設施，但是這也有風險就是呢會對伊朗跟全球經濟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害，或者是美軍就直接佔領哈爾克島，把這個重要的石油設施拿下來，作為跟伊朗討價還價的籌碼。所以現在呢，拉回到美以雙方的說法，都明確的表示，你可以聽得出來，他們的說法就是這場戰爭將會延續下去，但是也畫了紅線，就是不派出地面部隊哈。所以評估的關鍵就在於說，能夠不要打擊或者是影響到能源設施。所以這個美以的共同軍事行動，現在看起來，對美以雙方來說，聶老師覺得他們是覺得老神在勝券在握，還是說其實他們的計謀早就被伊朗看穿？我覺得這次都打亂了。一開始和平談判的時候，美國要求的是4大目標，前2個目標是它最重要的。第一個就濃縮鈾停止，要你的核計劃、核設施不要再發展。第二個，你的導彈不要再做得這麼厲害，要不然又出現第2個北韓，我美國還受得了嗎？那以色列一直誘引我，就是說，他這個原因你一定要打，所以美國就說，有道理。我不要讓他成功有一個長程甚至洲際導彈，甚至夾帶的核。因此這是我的目標。現在根本沒有完成這2個目標。川普不但說我贏了，什麼叫勝利在握？他講了多少次我贏了？我打了他好多地方，從2000多個地方到7000多個地方，這樣打爛了人家的家園，甚至打死了那麼多小孩，叫做贏了嗎？我覺得現在有很多的疑問，這是邏輯思考。第一個，美國是一個聰明，這個川普主任要占哈爾克島，哈爾克島在西北邊。荷姆斯海峽在南邊，好，荷姆斯海峽被伊朗控制了，你就要去弄哈爾克島來封鎖伊朗的90%石油，這不是以牙還牙？血債就是冤冤相報嘛。美軍這麼厲害，這麼大，軍事實力這麼大，你需要這樣子來作為什麼討價還價的籌碼嗎？
美國你越被我們覺得就看弱了。但是當他有他的智慧思考，但是你有沒有想到，當你這樣冤冤相報的时候，你会更慘。全球经济就像刚才講的，所有人在分析這樣全球經濟，當然伊朗經濟一定大受傷，全球經濟更慘。那伊朗經濟受傷之後，它再來又產生了。這次非常清楚，伊朗即便我實力不夠你，我打導彈打不到你美國，可是你打我軍事基地，我反擊，我反擊你軍事基地，你打我能源石油，我反擊你能源，還有天然氣。卡達我丟5顆，你防了4顆，最後1顆還是打得到。你現在防空，你這麼糟糕的代價，2個代價，你的所有的東西防空系統都昂價非常昂貴，你根本是不对稱、不平等、不對等的這個戰爭。對伊朗來講，第一個軍武的不對等，第二個代價的不對等。現在美國在此就會在信譽不斷的掃地，你會發現這次伊朗。雖然傷得很重，其實他的國際名聲反而更高。就是說，他最後反而他會想要他要求的東西。我現在講說，你說勝券是不是在握？我覺得看不懂，這怎麼叫勝券在？還有一個，什麼叫地面戰爭？請問一下，1955年、1975年發生什麼事？越戰，《阿甘正傳》裡面非常清楚，年輕人打到最後瘋狂掃射，看到草叢一動，那個雞也殺，老弱婦孺都殺。已經情緒崩潰了，就像福特號現在的士兵，你加半年又7個月，還要加2個月在海上，他受不了，連馬桶都會塞東西去，情緒會受不了的。船燒了睡在甲板上，美國的問題真的要去了解，這已經有點外強中乾了。所以第二個呢，大家也記得吧，在2003年啊，這個我講2月5號，Powell拿了一個毀滅性的這個武器，抓到了這個玻璃瓶裡面的東西，這個白粉呢。當普丁說是一個洗衣粉，就打了伊拉克，從什麼時候？2003年打到了2011年，8年9個月。請問地面戰有什麼樣的收穫？到現在他在伊拉克又產生了什麼樣的不好之名聲？我覺得打地面戰，就算這個島你封鎖下來，我覺得你也沒有勝。而現在這個 idea 好像不錯，但是您問我是不是勝券在握？我覺得這絕對不是。所以我覺得這次戰爭是一個我覺得很有趣的戰爭。第一個，川普情勢錯判。所以這個形勢就有點轉型了。所以我剛剛一直在講這個戰爭，我認為啊，如果國際在美國霸權還沒有辦法能夠完全要求，或者說我們不要講要求，就是用不管示好的方式或怎麼樣的這個誘因的方式，讓這些國家跟他剛剛講自由行動也好，或者跟美國一起來抵制現在戰爭。美國這個我剛剛講霸權的上中，這次真的會被敲響。所以這次其實我們可以看到說，美國現在避免的就是重蹈覆轍啊，就是之前不管是阿富汗也好，伊拉克也好，包括再早一點的越戰、韓戰這樣的一個泥淖之中。好，那最新的戰損報告也顯示啊，從2月28號這個開戰以來呢，美軍已經損失至少16架軍機啊，其中包括了10架死神無人機被擊落。那這2天呢，甚至也傳出了美軍最先進啊、引以為傲的這個 F-35逆蹤戰機呢，也疑似被伊朗的火網給擊中，被迫緊急降落。相關的訊息當然必須要等待進一步的證實。而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就是凱恩呢，他也坦言說，美軍目前只擁有局部制空權，也就是只能夠控制特定的伊朗領空。那因為伊朗真的是幅員廣大，你沒辦法完全把他的領空給這個掌控下來。好，那開戰不久呢，其實呢，我們知道美國就掌握了相關的情資，然後鎖定伊朗的最高領袖哈米尼呢來斬首成功。那凸顯出的是情報的優勢，還有反情報失守對於現代戰爭的決定性影響。但現在看起來，以色列這邊的動作，尤其是這邊哈，就是說，目前似乎還是想要用斬首當做一個重心，那要把所有的伊朗領導階層啊一一的趕盡殺絕啊。但是有了先前教訓的伊朗，他們目前的情報跟反情報的工作又怎麼看呢？文甲老師。哦，這個講到情報反情報啊，此時此刻是非常之重要。就像委內瑞拉的總統其實被火抓哈，那莫托羅其實是靠美國的一個精確的情報，然後呢，他疏忽了反情，就是沒有去做好反情報，所以基本上就被抓了嘛。那這次的斬首行動哦，哈馬內伊呢，他其實他被抓到也因為怎麼樣？因為美國有精確的情報，然後呢，加上他沒有疏忽了這個情報，所以呢。美國的情報優勢導致於能夠斬首成功，然後呢，這個伊朗因為反情報的失誤，導致呢他被斬首。那我想這樣子看起來呢，這個情報反情報此時此刻是在戰場是非常之重要哈。那我想這個美伊呢，它的情報能力雖然這個是非常強，但是呢，其實它會遞減的。為什麼遞減呢？因為戰事一拉長。有時候情報是怎麼樣？需要靠內線，因為你越長，他們越會保密，你越難去掌握情報。然後他反情報做得很好，
這是一個部分。第二個，伊朗呢，它會靠什麼力量呢？它會去中心化的一個指揮部。他們以前可集中嘛，可能要集中開會或是拿手機，他現在可能不会这樣做了，他會分散，所以你很難去執行這個斬首，他會做好反斬首任務哦。那第三個，他也用無人機跟這個飛彈來打消耗戰，他企圖他去瓦解你的這個斬首，他用消耗戰來讓你的這個美國，雖然你的是戰術是獲勝了，你的戰術，但是你的戰略呢，其實是會陷入一個消耗戰，你未定。對，好，因為尤其呢，这個我們知道伊朗啊，它是一個神權國家，它土地有165平方公里，人口有8000多萬，而且它具有當國這個所謂的領導人的人比比皆是，因為他人太多了嘛。所以呢，你這個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你光靠斬首是沒有用的。因為他一直會去推選新的人出來啊，沒錯，對，好，那第二未來我覺得這個情報的趨勢呢，當然我們美國短期內它還是需要靠這個尖端的情報跟 AI 的分析能力哦，但是呢，我想這個伊朗會在反情報跟不對稱的作戰呢，來迅速來補強，所以呢，這個戰爭形態會變成斬首跟消耗一個並行。了解。那所以我想這個情報呢，我想不是一次性的到位，而是需要長期的一個博弈。此外呢，關鍵還是在於誰擁有了情報優勢，那同時又被避免反制。OK， 所以其實從目前伊朗所推出的這個戰略就是用低成本的武器來消耗這個美國跟以色列他們高昂的這些武器，反正呢不對稱嘛。那但是呢，伊朗也料到這個以色列呢，或者是美國呢，他們不能夠去攻擊能源設施因為這個對他們來講是非常重要的關鍵。所以呢，川普特別告誡以色列說，不要再攻擊伊朗的天然氣基礎設施因為以色列先前就攻擊了伊朗一個主要的天然油氣田，就在畫面當中我們看到，伊朗就立刻也做報復，因為呢就攻擊了這個卡達的拉斯拉凡工業城。因為這個拉斯拉凡處理全球大約20%的液化天然氣，而現在呢，不止卡達，沙特阿拉伯在紅海的主要港口鹽布港也傳出遭到攻擊一度宣布暫停原油的裝船作業。好，畫面當中也看到美國財長貝森特呢，他有強調說，川普政府正在考慮採取新的措施，抑制不斷上漲的石油跟其他的商品價格，而且可能對海上的伊朗石油解除制裁。這個石油總量呢，說如果是解除的話呢，估計可以稍微來緩一下燃眉之急就是石油總量因為有大概1億4000萬桶的原油。那分析師也有不同的看法，就是這個 Again Capital 的石油專家叫做約翰基爾杜夫，他說近年來呢，其實中國大陸呢是無視於美國的制裁，光是購買伊朗原油出口就佔了非常大的部分。現在呢，如果華盛頓批准的話呢，中方呢就可以自由出售數百桶的原油所以確實能源對於全球來講都非常的重要，尤其這一次呢，荷姆斯海峽受到控制之後，其實在亞洲這些國家，包括了日本、中國大陸，當然也是 OK 這些東亞的國家都受到影響。那現在以色列打伊朗呢，被美國提醒說不能夠打油田；美國打伊朗呢，但是解禁制裁伊朗的海上石油所以這場因為地緣衝突引發的石油賽局，江老師你怎麼看？現在誰站在最有利的位置上？我覺得大家現在只看兩邊打來打去，加美國介入，可能剛剛之前提到找着日本或是找其他盟友一起加入這個戰局。其實大家可能忽略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時間。為什麼會提到時間？是其實燃油廠、LNG 廠不是說我今天關掉打開，它就可以去源源不斷生產，它也是要一個時間。那據我所知的話是。目前的燃油氣廠再打開的話，至少1個月以上的時間，那再加上裝船，然後再到你的買主身上，那其實有很多很多的時間因素。那突然打了，又突然不打了，那我是開還是不開？對。然後這次在挪威有一個能源機構他有去做分析，說這次攻擊會讓卡達2026年的全年的 LNG 損失達25%。所以大概是2000萬公噸，然後呢，要修復到像打仗之前的話，大概要5年。OK， 所以這個是個非常嚴重的警訊。那再加上剛剛主持人有提到說，解除限制之後，中國可能會就地把之前跟卡達在新加坡外海交易的這些黑石油變成就地合法化。那其實這也會一方面，我覺得
目前來說對美國來說算是一個很矛盾的狀況。那為什麼這樣說的話？之前在俄國跟烏克蘭在俄烏戰爭的時候，美國去抵制歐洲買俄國的天然氣。OK， 那現在他們好不容易找到一個替代品，從卡達去買這些東西。那現在，卡達又不能生產天然氣了。对，那就導致說，那我歐洲的這些國家該怎麼辦？那遠一點，亞洲的這些國家該怎麼辦？我覺得這個是目前對川普來說算是一個很頭痛的。像剛剛和主持人有提到說，美國說我又不用這邊的天然氣，又不是用這邊的油，那你们這些人，我不管你，那你們要自己派船。它造成了这個現在全球能源的供應出現了一團亂，但是現在美國一句話說，這關我什麼事情？你覺得這聽起來不會覺得很可笑嗎？好，另外還有就是有一個簡單的問題啊，因為我看到了一篇分析啊，是說現在還有一個隱憂，就是有關於氦氣的供應斷裂啊，因為氦氣是液化天然氣製成的一個副產品，然後呢，這個現在不只是因為石油受阻，然後造成這個包括石化產業啊非常的慌亂以外。氦氣的供應中斷對於半導體製造，因為您是這個半導體科技相關的研究學者哈，對於半導體製造的影響評估怎麼看？其實基本上石油啦，半導體常用的就是氫氣，就越乾淨的東西，其實在半導體製程用的越多。那包含我的蝕刻。那其實大家一直在講半導體，可是很多東西是忽略，是我們的民生化工都要用這些東西。那到時候可能我們第一個，因為半導體說實在的，頂多我們最常用的就是這些手機、電視。那其實不用手機、不用電視、不換芯不會怎麼樣。可是你不可能不開車、不點燈、不穿衣服。所以我覺得後續很大一部分是要去看後面民生化工品的狀況。OK， 好，所以因為講到了說氦氣啊，就是這個液化天然氣的副產品，它未來如果因為這個伊朗戰爭持續下去，而且沒有看到終點的話呢，確實會造成市場上的擔憂。畢竟這個半導體現在是全球最大的氦氣消費產業啊，沒有想到這個伊朗的危機現在竟然連半導體都有可能受害。